所以我们基本就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之前我们在家里面有90%的时间都在说英文，但是后来我们就转变，在家里面90%的时间都在说中文。大家好，我是金鹿。大家好，我是文武。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两个爸爸养娃记。2023年刚刚结束，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我们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2023年的收获，以及对2024年做一个展望。OK， 那2023年金鹿你有什么收获吗？我2023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开始做这个频道，我们两个爸爸养娃记的这个视频的频道，应该是算是起步了吧。去年年底的时候有超过了1000个订阅，圣诞节之后呢，我们接受了洛奇的采访，对，然后也有很多的观看，然后给我们带来差不多有1000个订阅，所以我们现在的频道的订阅用户差不多有2000多个了，所以非常开心，感谢洛奇，也非常的感谢大家能够订阅我们的频道来支持我们，所以这个频道呢，应该是我个人来讲最大的收获了。那第二个收获呢，就是我参加的 Toastmaster， 或者中文叫头马演讲俱乐部。我们之前呢也专门做了一个视频来专门分享我去参加头马的一个颁奖的一个仪式。过去1年，包括之前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我在 Toastmaster 里面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获得了杰出头马会员这个荣誉称号。这个应该是在 Toastmaster 里面最高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成就了。那为此呢，我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的演讲，做了几十个演讲，然后呢去做了我们的俱乐部主席，做了小区的区长，然后做了中区的区长，然后我也很开心拿到了之前1年的 Division Director of the Year，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俱乐部，就叫圣地亚哥双语头马演讲俱乐部。我们俱乐部呢有一些在美国的会员，那有更多的会员呢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在不同的城市。所以如果大家对锻炼自己的中文或者英文的表达能力，锻炼自己的演讲能力或者是领导力感兴趣，可以加入我们的俱乐部。那2023年我的第3个收获呢，就是开始了系统性的运动。那去年呢，我读了一本书，叫做 Outlive， 中文名叫做超预期寿命。那本书里面呢，那本书的作者呢叫 Peter Attia， 他是一个长寿领域的专家。那本书里面提到，就衡量我们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自己是否能长寿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叫做最大摄氧量。就说你能够摄入到你身体里面最大的氧气量，这主要能衡量你的心肺功能。然后为了提高你的最大摄氧量呢，最重要的一项运动就是有氧运动，让你的心率达到80%。那最近的时间呢是150分钟每个星期。那如果每天能够锻炼30分钟的话，那周一到周五每天锻炼5次，每次30分钟就足够了。所以我就开始了系统性的有氧运动。这就是我2023年的一些个人的一些收获吧。那我2023年你有什么样的收获或者成绩呢？我觉得2023年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呢。首先是职业发展上，我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那就是我在2023年夏天的时候拿到了我的终身教职，变成了终身副教授。恭喜恭喜，谢谢。因为这个就意味这个终身教职当然就意味着我的工作压力就会小很多，基本上只要我自己不犯重大的错误啊，或者我自己不主动辞职啊，那学校想要开除我还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稳定性方面来讲的话，我的工作就让我能够比较心无旁骛的能够去进行我的科研工作啊，然后支持我的家庭啊。那当然我在心态上就会变得明显要平和和轻松很多。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对我们家来说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吧。这是我的职业发展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另外一个我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一个科研项目有了比较明显的进展。我自认为了，在过去这几年的科研项目的研究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进步，然后我发表了一篇还算勉强过得去的一个论文。这个呢，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项目我觉得很高兴呢？就是因为这个项目从 idea 的产生，然后这个项目本身的意义和对科学知识的贡献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意义的。这个也就是我觉得，我还是挺高兴的。自我感觉好像终于这么多年的科研下来，我对整个科学知识的贡献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突破，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也更鼓舞了我今后更进一步的对科研奉献自己的
一些贡献。那如果用一句话或者2句话来介绍一下你这个科研到底做什么的呢？其实我这个科研就是说去寻找新型的材料，我这个就是材料研究了，去寻找新型的材料的一些 imperfection， 也就是说缺陷，因为这些缺陷的存在会对材料的性质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那我有不同的缺陷类型呢，我就会对材料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新的性质。所以我这个科研就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的缺陷，有可能从科学方面对材料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就是我的职业发展方面的一些小小的成就，我觉得是2023年的一些小小的突破。那另外一个就是从生活方面来讲，我觉得我对原生态家庭的认知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特别是我和我母亲的这种关系认知和处理方面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进步。这种进步使得我能够更加平和的、更加放松的去平等的面对我和我母亲之间的这种相处，能够让我们俩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和亲密，也使得我在和我母亲相处的这种关系当中呢，让我变得更平和，然后以更平等的心态去处理这些和我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和矛盾啊等等。这样呢，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是一种认知方面的一些升级。以后有机会我可以详细的再和大家回顾一下整个这一段心历路程的转变。OK，那感觉似乎之间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我们很期待文武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经验。好的 OK，那我们分享了我们2个人个人的收获，那之后分享一下我们家庭的一些收获。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呢，肯定是毋庸置疑的。对呀，我们生娃了。对，我们的女儿于5月出生了。对，我们的女儿琳琳出生了。那这大半年以来琳琳也经历了很多的成长，不同的这种里程碑式的事件，包括会翻身啊，然后最近又会爬啦，对呀，然后能够做起来啦，觉得也是健康成长，我们也还是很欣慰的。对，那另一方面呢，燕燕呢也是又长大了1岁，她在幼儿园也有很大的进步，特别是呢，就是我们最近这半年，因为大概5月份的时候，她的奶奶就是文武的妈妈过来嘛，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燕燕和奶奶完全没有办法交流，因为之前我们就跟燕燕说了很多的英文，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不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子，我觉得不想燕燕，包括我们的孩子和整个我们说的母语汉语，包括和中国文化，包括整个我们那边所拥有的一切的社会关系断掉。我们觉得还是这个有一个文化和我们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传承还是应该持续下去。所以我们基本就做了一个180度的转弯。之前我们在家里面有90%的时间都在说英文，但是后来我们就转变，在家里面90%的时间都在说中文。然后最开始的转变还是挺痛苦的，需要一点一点的去突破，去把那个缝隙去弥补起来，然后去转变过来。但是慢慢的，就是还是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转变。所以现在燕燕跟我们基本已经能够完全的用中文进行对话。我觉得她的中文的词汇量也有很多，估计有几百个词汇了。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那之前我们之所以没有跟她说很多的中文的一个担心是觉得她好像会影响她的英文的语言能力的发展，但其实并没有。我们前段时间在学校开家长会，那老师跟我们说燕燕的英文的语言能力还很强。其实在其他的这种评分里面，甚至还是能够比其他小朋友，甚至在同龄的小朋友还是超前的。所以我们之前担心的一点也没有似乎完全也是没有必要的。再有的话，我们家庭的一些财务投资方面，我觉得去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年吧。对，主要是因为市场表现比较好，标普500我们涨了24%，因为我们自己的养老金账户里面很多都是放了标普500这种指数基金，然后房子还 OK， 涨了8%。然后Crypto 比特币今年涨了很多，涨了144%。对呀，真的太夸张了。对，1-2年前嘛，在我的坚持下，我买了一些比特币，现在有了一些收益，终于有了一些收益。另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妈过来陪我们待了有6个月的时间。这6个月的相处，我觉得也是对我和我妈之间的关系相处，以及金鹿和我妈之间的关系相处都非常非常有帮助。我觉得这6个月以后啊，我妈可能在心态上更加接受我们俩的关系和我们俩的家庭。甚至我觉得有一点我非常非常欣慰的，就是我妈在回去之前呢，她主动提起来说要和我妈他们那边亲戚，比方说我舅啊、我姨他们要去向他们出柜，要去向他们出柜，然后我就觉得啊，
非常欣慰。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然后另外呢，因为老妈在这边的时候，我们也带她去夏威夷玩了一圈啊，对对对，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带娃出行，第一次带娃坐飞机，然后虽然也经历了很多挑战和曲折，但是最终也算是完满，挑战成功吧？对，挑战成功，顺利圆满的完成了一次全家5个人的长途旅行。是的。OK， 这就是我们2个人共同做一个家庭方面的一些收获。那这一年也是漫长的一年，然后我们也经历了很多，收获了很多。那我们也奖励了一下自己，分别给自己买了一个小礼物。我给自己买了的就是一个，我现在就用它给我们录视频的一个新的手机，叫 Google Pixel 8 Pro。第8个版本的 Google Pixel 手机，我也很喜欢。然后我给自己买的礼物是，我给自己打了2针那个 Botox，打在这个眼角的地方，让文武变得更加年轻漂亮。希望如此。我一般每年年初的时候都会给自己打2针这个 Botox 在这个眼角的地方，就是奖励自己过去一年的不管是有多大或者多小的成就吧。OK， 是最近这2年才开始。对，最近这2年，因为明显看到眼角纹太多了，受不了了，就开始打这个 Botox。那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2023年，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遗憾？我2023年呢，我觉得我最大的遗憾就是这年没怎么读书。OK， 因为之前的2年我都读了好多的书。这一年呢，因为开始做视频嘛，因为毕竟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把很多业余的时间用来做视频，所以没怎么读书，没怎么写读书笔记，所以觉得这方面是一个遗憾吧。那文武，你觉得2023年有什么遗憾吗？我觉得不管是2023年呢，从新冠以来一直到2023年，我都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就是我很少出去开学术会议，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是新冠的影响，另外一方面是2个小孩相继出生，那我就没有机会去开很多的学术会议，所以我准备从明年开始，从今年开始，2024年开始继续恢复我去开学术会议的一个传统，每年可能去到不同的地方开2到3次学术会议，一方面去认识更多的我的研究领域的一些人呢，同时也去看看其他的一些城市。OK， 那我们分享了2023年的收获以及小小的遗憾。那接下来我们展望一下2024年吧。OK，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我们2个共同的目标。2024年，从我们的家庭来讲呢，那燕燕和琳琳肯定是期望他们继续的健康茁壮的成长。然后燕燕大概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就该上公立幼儿园了。对呀，总算要上幼儿园了。对，我们就叫 TK 或者叫 Transitional Kindergarten，也可以叫幼儿园的中班。因为这边幼儿园就上完这个中班，再上一个大班就上小学了。对，然后希望燕燕能有一个很顺利的一个交接吧。希望如此。那琳琳肯定也是在幼儿园继续健康茁壮的成长，应该期待她在今年的某个时候能够站起来，能够自己走路。对。那另外一个呢，一个很重大的事情我们在计划呢，就是我们希望今年暑假的时候能够回国一趟。因为文武的妈妈过来看到了孙子，那我的爸妈还从来没有看到自己的孙子和孙女。对呀，已经有2、3年的时间了。是的，所以我准备带孩子回国一趟，看看自己另外一方面的爷爷和奶奶。然后也带他们回国看一下。是的，这一次旅行可能会有至少3到4个星期，到时候会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事情，届时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去夏威夷那次挑战算成功，我觉得其实对于这次的旅行没有太多的焦虑和担心了。我觉得应该还是有信心的。对，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那文武，你2024年有些什么样的计划呢？作为个人来讲，主要还是职业方面吧，因为我去年funding方面、研究经费方面颗粒无收，所以我希望就没有新的基金申请。对，没有新的基金批准，所以我今年呢就希望能够在这方面有一些突破。那我的个人方面的一些展望或者计划呢，就是我想继续把这个频道做下去，做好。希望今年有一个突破，如果没有大的突破呢，也希望能够持续稳定的，慢慢的每天都进步一点点吧。OK，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关注我们的频道。对，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不愧对大家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想继续自己的锻炼身体这方面，就是在有氧运动的基础上呢，能够增加一些力量的训练，因为力量训练是那本书里面提到的第2重要的锻炼身体的方面。OK， 那最后一点呢，我想买一点特斯拉的股票。好吧，那你好自为之吧。OK， 那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拜拜，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请您点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欢迎订阅，这样 YouTube 算法就会把我们的视频和频道推荐给更多的观众。您的点赞和关注，我们全家都表示衷心的感谢，耶！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所以他推荐的锻炼时间是150个小时每个星期。那如果150分钟每星期，你今天怎么回事？我感觉你状态不怎么好啊。